成年人之间的推拉游戏。那一刻，他闭上眼，他靠近，3秒的沉默胜过所有对白。金色的光线从窗边倾斜下来，穿透空气中的微尘，落在那只半满的酒杯上。琥珀色的液体轻轻晃动，倒映出一抹模糊的剪影。他穿着剪裁利落的黑色西装，神情冷峻，像一把藏锋的刀。他一袭红裙，长发微卷，唇色鲜艳，却笑得克制。那种笑不是温柔，而是一种控制的优雅。两人的视线在空气中交汇，没有台词，没有铺垫，但那一刻，世界似乎静止了。所有的情绪都被定格在那1秒的呼吸之间。那不是浪漫，而是一种危险的靠近。成年人之间从不谈喜欢，只在较量谁会先失控。那短短3秒的凝视，足以让理智动摇，像坠落前的一次深呼吸，既清醒又致命。暧昧的边界，暧昧是一种游戏，看似无害，实则致命。侯明昊饰演的季伯仔总带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，那笑是诱饵，也是防线。卢玉晓饰演的明义，温柔中藏着锋刃，他的每个眼神都像在试探，你要不要赌一把？他们的互动没有甜言蜜语，有的是暗流涌动。他递出一杯酒，他接过，他靠近一步，他后退半步。这不是暧昧，是较量。他们都清楚，这场游戏不是我爱你，而是你敢不敢输给我。暧昧的本质不是靠近，而是克制。克制让每一次对视都带电，让每一次沉默都成为引爆点。猎人和猎物，灯光暗了下去，空气凝结。他靠在墙边，指尖轻敲，像是在等待猎物自投罗网。他走来，步伐稳，眼神里带着冷意。他挑起唇角，怕了吗？他淡淡一笑，你觉得呢？他们像2只野兽，互相试探，互相伤害。可他们都在享受，因为猎人和猎物从来都可能在一瞬间交换位置。他以为自己掌控一切，却早已被他设下陷阱。而他也不知道，自己已被他看穿。这场游戏没有赢家，只有2颗在欲望与理智间挣扎的心。红绸遮面的那一刻，红色的绸布在空气中轻轻飘落，像一场缓慢的引诱。他伸出手，指尖微颤。他靠近，呼吸交织，谁也没有退。这一刻，没有对白，没有音乐，只有赌注。他闭上眼，他俯身，红绸遮面的一吻，短暂，却像爆炸。空气震动，观众的心跳停顿3秒。那不是浪漫，而是心房的崩塌。那不是吻，而是心理战的终结。红绸落地的瞬间，是理智坠落的信号。那1秒，连光都屏住了呼吸。表演与真相。有人说，这一幕太真了，真到不像演戏。侯明昊的眼神冷得刺骨，不说话，却充满危险。卢玉晓的克制像疼痛，泪光闪过，却迅速掩藏。这不是技巧，而是理解。他们都明白，成年人之间的拉扯，不是甜，而是痛；不是浪漫，而是理智与欲望的博弈。他们演的不只是角色，而是现实中每一个在情感里挣扎的人。从谎言开始，一切的转折都藏在那一夜。明义靠近季伯仔是为了复仇，他带着微笑，藏着刀锋，而他早已看穿，只是选择配合。一层又一层的谎言织成无形的网，可当真心掺入算计，一切都模糊。他们都以为自己是猎人，却没发现2人早已困在同一个陷阱，叫情感。并肩的代价，真相揭开，世界崩塌。他失去了信任，他失去了意义。他们背对着同一场火焰，再也无法并肩。那一刻，他们都沉默，因为他们终于懂了，爱不是胜负，而是当一切毁了，你还敢不敢看对方一眼？爱情的尽头不一定是恨，有时只是疲惫。网友的狂热，抱抱猫猫 CP， 这是网友给他们的名字。一个冷，一个毒，化学反应强到炸裂，弹幕沸腾。
这不是爱情，是战争。成年人太懂了，这才真实。看得我窒息。观众不再只是旁观者，他们在这场推拉中看见了自己，那些年未曾说出口的克制与失落。第9章，镜头之外的寂静。拍摄间隙，他们几乎不说话，一个眼神，一个点头就够了。有人问侯明昊为什么演得这么真，他笑，因为那不是演。卢玉晓低声说，现实比戏更难。那一刻，全场寂静，灯光照着他们，像照在2个还没抽离的灵魂上。他们不只是演员，他们在演，也在经历。打破套路。导演说，我们不拍爱情，我们拍人心。于是，没有甜言蜜语，没有假笑，只有赤裸的人性与理智的挣扎。侯明昊与卢玉晓重新定义了暧昧，它不是温柔，而是克制的锋利。他们演出的是懂得放手的勇气，观众看到的是共情。成年人爱情的本质不是拥有，而是懂得分寸。真正的成熟是在痛里保持理智。角色的影子。杀青那天，侯明昊发了条动态，纪博仔是我演过最孤独的人。卢玉晓回复，名义教会我，聪明的人也会心软。他们都明白自己已不再是原来的自己，角色留下了印记。我们每个人也一样，都曾扮演聪明的自己，也藏着柔软的心。戏结束了，人却还没走出来。情绪的共鸣。这部作品打动人心的不是情节，而是真实。观众看到的是自己的影子，那个在爱情里试探、退让的人，那个明知道危险却仍选择靠近的人。有人留言，我以为我在看戏，其实我在看自己。所谓推拉游戏，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。爱情从来不是答案，而是你是否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心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如果你能看到这里，说明你也被这场故事击中了。或许你也有过那样的经历，明知危险却仍靠近，明知是假象却仍想相信。爱情不是童话，是一次次靠近又一次次推开的过程，是理智与冲动的较量，是痛中仍愿相信的勇气。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受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更理解纪博仔的冷静，还是明义的清醒？你相信成年人之间还存在不带算计的爱吗？感谢你读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真实故事，请点个赞，留下评论。你的每一个回应都是我继续讲述人心与情感的动力。下次见，我们继续讲那些让心跳停顿1秒的故事。